年初一，3个人5个小时的飞行，11个包裹，说我们逃离上海并不为过。但是到了大马已经1年了，我和太太不得不拷问对方一个灵魂的问题：你幸福吗？一旦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我们就要面对什么是幸福啊？它的标准如何衡量呢？过去与现在我们如何看待幸福？最重要的，我们到了大马，现在感到幸福吗？为什么呀？很难讲，这是一次完整的对话，但是你的投入和参与评论会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就让我们开始吧。王太，怎么？你幸福吗？很幸福啊。好开心啊，能够这么说，因为我想我们的起点是出于不幸吧。我说幸福是因为我达成我童年的梦想，就是我从去年10月份离职之后开始做了童年的梦想啊，对，这个童年梦想没有跟别人说过，因为以前曾经尝试在我妈面前说了我长大的梦想是做我爸我妈都批评了我，说我不思进取。我们把这个先藏起来啊，到时候再把你的童年梦想拖出来。我想先讲一讲，那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从小到大，我们认知的幸福，自己所期盼的是什么样子呢？对我来说，其实我在国内也不算不幸福吧。我至少达到了我自己小时候给自己定下的幸福的这些条件，就是成为我爸妈，让我爸妈过上他们想过的日子，然后我尽力去满足他们。等一下，你说你的幸福是让你爸妈对过上他们想要的样子？对，因为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说，他梦想当中，他觉得成功的人生就是等他老了之后，我们每周去他家里面吃饭，带着第那我们是做到了。然后他希望我呢能够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当然这个没有，这个没做到，但是我也挺能赚钱的，对吧？他也觉得这点可以弥补。还有呢，他觉得我要是这块料能够读书呢，能够读一个研究生，当然我也做到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没做到，他希望我是能够在国企工作，然后或者是在体制内做公务员，当然我这个也没做到。勉强打个60分吧。但至少我也做上了这个不大不小的领导，这个我觉得他也挺快乐的，他满意的是吧？对，那也达成了每周去他们家吃饭，然后每年都要包6位数的很大的红包给他们2个人，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达到了我爸妈对我的希望之后，我就是希望他们对我不要总是有那么多负面评价。可是我发现不可能。我等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有趣的点。就是怎么说？首先你讲，我的问题是你的幸福是什么？我幸福就是你讲的没有，你讲的都是成为我爸妈心目当中的那个好女儿吧。你讲的都是满足你爸妈的要求，就是满足别人的要求变成了你幸福的定义。对，是不是？然后好，那么接着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就算是60%满足了，达到了，可是你快乐吗？当时？我觉得不是很快乐吧。不是很快乐吧。所以我们所谓当时要达到的幸福状态，没有让自己感到快乐，就可能他的这个设定是挺奇怪的。其实没有真正想过为自己而活，而是你想到说，从小到我不知道是因为教育的关系就是因为我爸妈都是批评式教育。我的幸福就是想哪一天他们对我是表扬式，我做事情他们能够不批评我。但是我发现很难，哪怕是我到40岁了，我做所有的决定，他们都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缺点，没有一个正确。我倒是没有来自于父母的压力说实话，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少。我想我小时候对幸福的定义就是长大可以可以赚很多钱。那实现了吗？先不要急啊，然后他的目标就是让自己不要再为物质生活而感到焦虑。因为小时候真的达成了呀，很穷小时候很穷，爸妈能够满足你的愿望就很少，那导致呢你自己会不停地压抑自己的欲望。基本上你在最基本的想穿好的衣服，过年想换新衣服想买一些玩具想出去玩一次这些愿望都是很难达成的。那我觉得你早就达成了，后面都是你这贫穷贵公子，我给你添置了多少东西你都不用发愁但是长大之后愿望，我想所谓的幸福的追求还是一样的。现在想起来，它首先呢是一个比较单一的目标，就还是在物质上。
这提出的是对物质的要求啊，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会更多的去就把所有的时间也好，把努力的方向都投入在工作上面，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就很少再会花在生活本身，去享受家庭、享受生活，这个就变得很少。所以你说达到吗？我觉得没有达到，因为那个洞看起来是很难填满。什么？真的吗？你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可不是爱钱，你是因为纯粹热爱工作。是，也是热爱工作。我可是被你蒙蔽了呀。没有，对工作的热爱是真的，因为它是可以获得成就感的。但是你回头来，你现在问我，就是说你的追求是什么？还是和这个希望自己能够摆脱物质的匮乏，希望可以无忧无虑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只不过当时的理解是狭隘的，是困于这个金钱的满足上面。好吧，那你现在说一下你小时候的所谓对幸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小时候幸福的定义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爸妈会支持我，不会老是挑刺。那他有实现了吗？没有吧，到现在都没有实现。那你为什么现在觉得是幸福的呢？既然没有实现。因为跟他们拉开了物理距离之后，我发现我原来定的这个幸福的这个目标就是错的。我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所以我的快乐是以别人快乐为前提的。那别人不快乐的话，我永远不快乐。所以你是可惜我就拥有这样一对永远不快乐的爸妈。所以你是把幸福的定义把它给改了。对。那你现在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我现在幸福的定义就是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现在实现了，比方说你可以举例一下现在的生活状态，为什么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比如讲说，我一直小时候就想做全职太太嘛，当然碍于我爸妈的那个总是打击我说我这是不思进取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从来不敢对人家说。但是你应该感受得到，因为我结婚之后就经常问你，我什么时候可以辞职，什么时候可以不工作了。你可能以为是玩笑，但我是真的认真的在这么样子去想的。所以我现在去年10月份到现在，这个全职太太干了这么半年吧，我觉得已经实现童年梦想，那不就是幸福吗？那你达到幸福，跟你原先想象的达到了幸福的那种状态是一样的吗？那是完全不一样。你有工作的时候，你在休假，有时候可能在家做1天那种临时的全职太太，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包括刚刚来马来西亚那段时间，我是有工作的，你就发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做着这些 housewife 的这个工作，你是总是在忧虑着的，你总是惦记着，哎呀，我好像有这个文件我要去弄一下，接下来马上要跟欧洲开会了，所以其实无形之中就引导到我的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带孩子，然后在煮饭，就会变得心情突然之间就会不好，动作会走形，没有100%享受。现在你跳脱了这个工作的这个折磨之后，你就挺享受的。你觉得幸福算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能形容一下吗？是一种什么心情状态呢？是让你没有任何担心的，很放松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自信。其实是一种自信。就是这个说法，你跳脱了别人对你的束缚之后，你知道有的事情是你能搞得定的，至于你搞不定呢，你至少有本事可以去接受搞不定的事情。感觉是更强的自信和有一种被讨厌的勇气。自大了吧？可能自大了。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能够摆脱别人的要求对你的束缚，好像是一个挺理想的心理状态。对，我应该也是有一半吧，我觉得可以达到幸福的状态，但通过的方法跟你一样，也是改变了自己对幸福的定义。怎么说？因为原先我很大的程度上还是期待于满足对物质的追求，希望对在物质上能够达到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认为那就叫幸福，就不要再为生活所担忧。但现在就感觉可以把生活过得很简单，因为有过多的一些这个想法和欲望，你要做的事情，在现在的思维看起来是没有必要的，也不会再去追求。
我要倒过来问一下，你说那个你从前觉得幸福是物质上不会被它牵绊，可以无忧无虑，其实我们在国内很早就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甚至我们是有点大手大脚的那种挥霍了已经。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因为还有很多的担心吧。因为你会担心，比如说我们在国内一直没有买房子嘛，你会担心，哎呀，万一我们会不会现金啊，怕的现金啊？那我觉得还是不够用啊，再说总之有很多事情吧，老人小孩你会觉得都不够，对，其实你工作到一定的状态是，你这个赚的越多，花的也会越多，就有点像是陷入一种消费主义的陷阱。这种感受，对，那这种会持续的使你焦虑，好像你常常的会被 reset 起来，这个很难达到那种状态。其实连小时候都不如，小时候可能还是比较没心没肺的活着的。好吧。